男人接手了一个即将倒闭的动物园，不过却因祸得福，有了倾听动物心声的能力。看着森林狼笼舍里的二哈，还有关着大公鸡的孔雀笼舍，苏媛默默发誓一定要把动物园发展起来。谁乱扔纸片，让我逮到看我不罚你个倾家荡产！卧槽，东北虎大甩卖！我说张园长，你这只东北虎真的只要20万吗？苏媛看着围挡下的成年东北虎，口水都要流下来了。他在其他动物园也问过东北虎的价格，成年东北虎最低都要50-60万，高的甚至能到100多万。忽然，摄人心魄的虎啸之声骤然传出，原本在虎园里悠闲自在的东北虎突然跳起，前掌猛地抓住了围挡的边缘，围观的游客都被吓疯了，尖叫声下，游客四散而逃。和附近尖叫而逃的游客不同，围挡边和苏媛站在一起的张园长却是不动声色，就像这种场景不是第一次见了。没事，他出不来的。果然如张园长所说，那东北虎虽然极力往上爬，却是无法寸进。为了防止东北虎越狱，围挡的最顶端有一个1米多的内凹，此时东北虎的前爪就抓在那内凹之上，而他的后腿却是悬空，根本无法接力，掉下去也只是时间的问题。张院长，这东北虎是因为越狱，所以你想低价转让吗？越狱不是主要的原因，这家伙除了越狱外还特别的暴躁，我们的饲养员都差点被他弄伤了。只要你能驯服他，20万直接带走。话才说了一半，张园长就发现苏媛不见了，再转头看去，苏媛已经靠近了围挡的边缘，距离东北虎也不过半米之遥了。你干嘛？不要命了？没事，我有底。敢这么近距离的接触东北虎，他也是有底牌的，那就是聆听动物的心声。好痒啊，脑袋那里好痒，烦死了，根本挠不到。靠，来个人类，本来就烦，你有本事再靠近一点，看老娘拿你脑袋下酒。这回是真捡到宝了，20万的东北虎，还是母的，脑袋痒是吧？看我给你挠挠。看着这个人类居然真的敢靠近，东北虎扬起他那厚实的虎爪，就想给苏媛来上一下，可苏媛的手却是先到，而且一下就挠到了他的痒处。我靠，就是这爽啊！再挠2下，再挠2下。原本还有些暴躁的东北虎瞬间就蔫了下来，2只虎爪扒拉在围挡的边缘，任由苏媛挠着他的脑袋。这哪里像一只虎啸山林的猛兽之王，反而像是家里粘人的小猫咪。看着现场的一幕，张园长都傻眼了。这是什么情况？之前那个暴躁的东北虎呢？挠脑袋是几个意思？东北虎也好这个吗？好了没？我手都酸了。不要停，还要挠下巴，下巴那里好痒。苏媛也没办法，只得换到下巴继续挠。和脑袋不一样，猫科动物的下巴特别的敏感。苏媛这一挠，东北虎的眼神都要拉丝了。好舒服啊，这个人类好会啊！不行了，要没力气了。唰的一下，东北虎掉了下去，而和他一起下去的还有被带下来的苏媛。卧槽，苏园长！掏出手机，张园长就要喊救援来。张园长，我没事。张园长他连忙停下了拨打手机的动作，抬眼看了过去，一看苏媛果然没事，而且这家伙居然躺在东北虎的怀里。所以是东北虎给他当了缓冲垫。我去！张园长拍了拍脑袋，他现在有点懵，有点不清醒了。张园长在外边头脑风暴，怀疑人生，虎园里的苏媛却也是在怀疑人生。原本温顺的东北虎在起身之后，却是又回到了之前的高冷。一声虎啸之后，东北虎就留给了苏媛一个背影。真是女人心，海底针啊！也不知道这家伙现在在想些什么。苏媛开始静声倾听。哼，臭人类！要不是看他刚刚挠得不错，谁救他啊？摔死算了。对，还是个傲娇虎，不过也正常。想靠挠痒痒获得东北虎的好感，肯定是不现实的。东北虎的情绪暴躁，肯定不只是身上痒，应该还有其他原因。哎，这天好热啊！这破地方连个游泳的地方都没有，要是能洗个澡就好了。洗澡、游泳。苏媛突然想到了什么。东北虎全称西伯利亚虎，居住地可是在西伯利亚或者是长白山这样的极寒之地。在这种环境下生活，东北虎肯定是不怕冷的，但相应的应该特别怕热。虎园面积虽然广阔，却没有一个像样的泳池。难怪这东北虎这么暴躁，感情是一身火气没地方撒。想到这的苏媛举目四顾，很快就找到了一个套着水管的水龙头。没有犹豫，苏媛直接走了过去。围挡外的张园长以为苏媛在这地方离开，赶忙提醒苏园长，那边不是出口，走错了。不，我是要给他洗澡。张园长看到苏媛打开水龙头，准备用冷水给东北虎洗澡，猛地一惊。苏园长啊，不能用冷水，专家说了，要用温水。温他大爷！苏媛大吼一声，直接就打开了水阀，汹涌的冷水从水管骤然而出，然后被苏媛浇到了东北虎的身上。原本还在看着天空，想着怎么才能洗个冷水澡的东北虎，突然感觉到了一股凉意，眼神中的喜悦无法藏匿。他赶忙转头看去，只见一股清冷的水流从远处激洒，落在了他的皮毛之上。清冷的水流瞬间就带走了他身上的浮躁，取而代之的是一股彻彻底底的清爽。哈哈哈，太爽了！好久没洗过这么爽的澡了，太舒服了。这个人类好懂我啊，他是怎么知道我喜欢洗冷水的？这里的其他人类每次都用热水给我洗，越洗越烦躁。
就在苏元给东北虎洗澡时，围挡外，张园长的附近来了众多工作人员。园长，人还在虎园吗？有没有生命危险啊？没危险，在里面给东北虎洗澡呢。洗澡？那家伙不是最讨厌洗澡了吗？每次洗澡都特别暴躁。你说有没有可能是水温的问题？可是专家不是说了，只能用45度的温水洗澡吗？溯源用的就是水龙头直出的冷水。你再看东北虎，像是讨厌洗澡吗？好像还真是这样。等下溯源的步骤，你们都给我认真看着，这可是花钱都买不来的经验。听到这话，其他工作人员立马靠前，等着看苏源的动作。虎院里的澡也洗得差不多，苏源关掉了水龙头，东北虎却是不肯，拼命地蹭着苏源，像是在撒娇。没洗够呢，我还要。都洗半小时了，再洗感冒了知道吗？虽然你体质好，但也不能这样，知道不？安抚好东北虎，苏源找来干净的毛巾，给东北虎擦拭着身体，一边擦着毛发，苏源还一边按摩，因为可以听到东北虎的心声，按摩的力道是刚刚好。这人类好会啊，按得我好舒服，想睡觉了都。东北虎硕大的脑袋直接靠在了苏源的腿上，约莫半分钟的功夫，轻微的呼声开始传了出来。围挡边看着这一幕幕的工作人员傻眼了。说服东北虎，这也行？园长啊，这操作就是拿命学，我们也特喵的学不会啊！男人只是给暴躁的母老虎挠了挠痒，又冲了个凉，母老虎就趴在男人怀里睡着了。旁边的动物园院长看到男人神乎其技的驯兽技巧，就带着男人来到了动物园的豹区，想要男人帮忙调教一下大花豹。透过围栏看去，里面就只有一只花豹，只见它眼睛无神，走起路来也像是行尸走肉一般，而且花豹走的每一趟都出奇的一致，同样的地方停顿，同样的地方嘶吼，同样的地方嗅两下。这么严重的刻板行为，不会是抑郁症吧？没错，就是抑郁症。苏园长，对这花豹我们其实是下了很多功夫的，光是专家我们就找了好几回来看，可都是没办法。你们没尝试野放吗？尝试过，但这只花豹的捕猎技能还不够成熟，再加上身体有些潜在疾病，不适合野放。若是苏园长愿意帮忙驯服一下这只花豹，我们可以无条件赠送2只花豹幼崽。好处就先不提了，对这花豹我也没底。苏源很清楚，这只花豹最大的需求就是野外和自由，可问题是园区已经给到它最好的环境，而若是执意野放的话，又太危险。苏源蹲坐在围栏前，想了很多种的办法，但都一一否决了。苏园长，没办法的话就算了，不要强求，我们签个合同，你先把东北虎带回去吧。一想到东北虎，他的脑海灵光乍现，迸发出了一个方案，好像可行。苏园长，你想到办法了？您等一下。苏源转头就跑开了，众人都一脸懵逼，也没等多久，大概10分钟的样子，苏源去而复返。他不是一个人来的，他还给花豹带了礼物，正是那只东北虎。张园长，开门，我们给这花豹来点小小的惊喜。这特喵的是惊喜还是惊吓啊？不止围栏外的众人懵了，围栏里的花豹也懵了，特别是看到那些人类居然真的把门给打开，把那东北虎放了进来后，花豹的眼神瞬间就清澈了。卧槽，别啊！听着花豹的吐槽心声，苏源都笑了，果然把东北虎喊来是个好办法。这才看到东北虎，花豹的抑郁症就好了大半。你们看到没？花豹的眼睛瞬间就亮了。可不是，之前的刻板行为也是瞬间消失。苏园长是真溜啊！苏园长，神医啊！神医不是我，是东北虎。虎妈，只要别搞伤了，其他随便整。没想到还有消失运动，这人类是真懂我啊！脑袋转了2下，虎妈的嘴角咧出了好看的弧度，这样的弧度在苏源看来很好看，可在里面的豹子看来却很危险。一声虎啸骤然而出，肌肉鼓动间，虎妈庞大的身躯猛地跃出，本来还一脸懵的花豹瞬间清醒，想都没想，拔腿就跑。在生死的危机下，花豹极其灵活，闪转腾挪间在围栏里跑得飞快，一点都没有了之前僵硬行尸走肉的模样，反而更像是林间的顶尖猎手。卧槽，这是我们的花豹吗？特喵的，怎么能跑得这么快？还有那姿态，太优美了吧！围栏里又是一声虎啸而出，见花豹逃往了另一个方向，后腿猛地用力，再次奔袭而去。啊！卧槽，卧槽啊！别追了，打不过啊！饶命啊，虎大爷，饶命啊！半小时后，围栏里的追逐终于是落入了尾声。连续半小时的追逐，直接把花豹累成了小狗，躲在角落里，气喘吁吁。不止花豹如此，虎妈也累得够呛，找了个平坦点的地方趴了下来。好久没这么运动过了，真爽啊！就是腰背有些酸啦。见虎妈趴在地上，花豹眼睛滴溜溜地转了2圈。其实经过刚刚的追逐，花豹也发现了些情况，这老虎好像就是在溜达，有好几次明明要咬到了，结果又放过了它。思虑了片刻后，花豹小心地靠近了虎妈，见它没有其他的动作后，小心地抬起前爪按在了虎妈的背上。虎妈疑惑地看了花豹一眼，见这家伙只是在给它按摩后，又低下了脑袋。花豹顿时来精神了，开始加大力道给虎妈按摩，按了背，又开始按脚，主打的就是一个雨露均沾。一直在围栏外看着现场的众人面面相觑。按摩，好家伙，我直接好家伙！
张园长，这下花豹应该是没问题了。苏园长，这次可真是多谢你了，之前答应你的好处绝对不差。小陈，去把我们的那2只花豹幼崽带来。陈经理应声，很快就带来了2只花豹幼崽。幼崽不大，也就3、4个月的模样。这2只幼崽是我们之前在野外救治的，我做主，转让给苏园长吧。苏园没有推让，直接就收下了幼崽，搞定一切。苏园和张园长等人又寒暄了几句后，就准备离开了。打开围栏门，苏园喊来虎妈，来到了他的车前，把装着花豹幼崽的保温箱放到副驾驶，接着打开尾箱，带着虎妈进到里面。就在这时，远处的喊声引起了苏园的注意。抓小偷啊！快帮我拦一下！只见一个黄毛拿着个包跑得飞快，没有犹豫，苏园跳下车来，伸出了只脚，腾的一下，黄毛直接摔了个狗啃屎。你特喵找死啊！黄毛骂骂咧咧的站了起来，拿着刀就来到了苏园的面前。做好人是不是？看老子一刀捅死你！苏园不语，只是指了指黄毛身后。黄毛只是向后瞥了一眼，脸上的凶狠瞬间凝固了。老虎，给你纠正一下，这叫东北虎。似乎是为了配合苏园，虎妈那充满威慑力的痛喝，如同惊雷般在黄毛耳边炸响。男人刚把买来的母老虎装进车里，没想到就遇到了小黄毛抢劫。母老虎一声咆哮，直接把小黄毛吓得命令。就在他转身逃跑时，骤然响起，一辆汽车堪堪地停在了黄毛的身前。你特喵的眼睛掉粪坑游泳去了吗？找死呀！老虎有老虎！老虎，我看你是碰到鬼了，神经病，赶紧给老子滚！随后，司机本能地看向了黄毛刚刚所指的方向，脸上本还带着的讥讽瞬间凝固住了。只见不远处的运输车车厢里，虎妈那硕大的虎头正看着这边，金色的瞳孔格外的耀眼。我操，真特喵的是老虎！原本还骂骂咧咧的司机，现在腿肚子比黄毛抖得还严重。看着现场这一幕，苏园是哭笑不得，生怕吓到了更多的人，赶紧把车厢接着几人合力将小黄毛控制住，直到警笛声在道路尽头响起，小偷被警察带走后，苏园才开车前往自己的同源动物园。没想到刚到地方就看到大门口2个游客骂骂咧咧的要退钱。特么蛋，退钱不是说有东北虎吗？根本就没有。你们动物园里都是些啥？关着2哈的森林狼笼舍，还有那关着大公鸡的孔雀笼，真是笑死个人！赶紧退钱！吼什么吼？信不信我躺地上按表走啊？退钱是不可能的。你们要是觉得亏了，可以多逛2圈，就当是锻炼身体了。还多逛2圈？你得有动物给我们看啊！东北虎给我们园长带出去溜达了，等下就回。你们要是不信，就再等等。你当我3岁小孩啊？谁家动物园的东北虎能带出去溜达的？我看你们就是没动物，找借口。你们这东北虎要是真的能带出去溜达，我办年卡，我不仅自己办，还给家人办。我也办，我家10几口子呢。2人正说得兴起，一辆卡车忽然停到了门口。苏园从驾驶室上下来，打开了尾箱门，虎妈直接跳了下来。就在所有人的注视下，苏园牵着东北虎走了过来。原本还吵吵嚷嚷的游客，瞬间就安静了下来。我操，真是老虎！看着蹲在苏园脚边不停蹭着裤腿的大老虎，游客感觉3观都要重塑了。喵了个咪的，怎么这只老虎还撒娇？老虎不应该特别的凶吗？一张嘴能吞下一个脑袋的那种。老张，这2位是游客吗？苏园长，这2人可是大客户，他们刚刚说了愿意给家人办年卡。这个小姑娘更是牛逼，说要办17、8张年卡呢。我靠，大客户啊！感谢感谢！你们这边怎么支付？我们这里信用卡和收款码都是支持的。2个游客是叫苦不迭，早知道刚刚就不该吹牛皮的。可谁知道这家动物园真有东北虎啊！被架着的2人只能选择为自己的言行负责，忍痛付了钱，送走了2位冤大头后，苏园把副驾驶的花豹幼崽给带了出来，给到老张。园长，你之前发信息不是只说了东北虎，怎么还有这花豹幼崽？苏园也没藏着掖着，直接就把虎妈治豹子的经过说了一遍。老张听罢，人都傻了，直接用生命的威胁治疗刻板行为。园长，你这绝对是世界首例呀！这些就别说了，咱们先把老虎给带去虎山，然后再想办法整些动物来。可惜老头子留的钱不多，就只够买东北虎的。要是能再搞只熊猫来就好了。听着苏园的话，老张却是突然愣住了。园长，指不定还真有办法。我孙子张小云现在林业局实习，今天他们接手了一起野生大熊猫难产的救治。本来顺利的救治，在熊猫生产后情况骤变，温顺的熊猫突然暴怒，直接把负责接生的专家给挠了。我有这事不早说，老虎交给你了，我现在就去。轰鸣声在山林间响起，苏园驾驶着全地形车在山间飞速行驶，不一会就来到了地方。张小云看到苏园，赶忙上前迎接。元哥，你来了。你们救治的熊猫怎么样了？哎，还是没搞定。元哥，我带你去现场看看。
张小云带着苏媛到了现场，只见一只成年大熊猫正护着瑟瑟发抖的幼崽，警惕的眼神扫视着人群。几个专家正在不远处低声讨论着方案。元哥，熊猫崽子现在情况未明，急需检查情况，但是熊猫妈妈根本就不让我们靠近。苏云点头表示明白，转头看向远处的熊猫妈妈，开始倾听她的心声。两脚兽没一个好人，给的吃的都要淡出鸟来了，一点胃口都没有。现在要是能有一些辣味的吃的该多好啊！好饿啊，老娘一点力气都没了。好家伙，果然是天赋神兽，居然喜欢吃辣的，难怪把专家给挠了。苏媛马上举目四顾，很快就在旁边看到了专家早就调配好的盆盆奶，便过去把盆盆奶取了过来。元哥，别喂奶了，刚刚我们带着奶上前，这家伙喝了一口就给打翻了，还吼我们，他应该是不饿的。你有没有想过，这家伙不是不饿，而是你们调的奶没味道。哪里来的毛头小子，居然敢质疑我们？还准备给熊猫喂奶，笑话！这要是能行，我们还至于在这商讨方案吗？专家们都没阻止苏媛的动作，似乎想看到苏媛丢粪的样子。结果下一刻，他们就看到苏媛拿起了辣椒面，倒入了盆盆奶中。你疯了吗？熊猫怎么能吃辣？它的肠胃根本受不了这种刺激，会出事的。快把东西放下！可专家们的惊呼和呵斥都还没落下，满脸急不可耐的熊猫妈妈就已经冲了过来。一头大熊猫在生完小熊猫后，竟然开始发狂。就在专家们束手无策时，男人将奶中加入辣椒粉，大熊猫闻到味道后就飞奔而来，一口气就把一盆奶给炫完了。一众专家都傻眼了。卧槽，这特喵也行！刚刚这家伙不是不肯喝奶的吗？把盆盆奶一饮而尽，熊猫妈妈看着苏媛露出了笑容。好喝，还想要？熊猫妈妈一脸期待地看着苏媛。你还想要喝啊？熊妈立马点头。不行不行，你不能喝了。那就再来一点点好不好？就一点点。一点点也不行，一天就只能喝这么多。见苏媛拒绝，熊妈直接发动了撒娇攻势，庞大的身躯往前一拱，熊爪再一抱，死死地抱住苏媛的大腿，然后用它那毛茸茸的大脑袋开始疯狂地蹭着。抱腿杀！这还是那个暴躁的大熊猫吗？就这撒娇卖萌的熟练度，完全超过了动物园里养了多年的头牌啊！可是你真的不能再喝了。辣味对熊猫的肠胃伤害本就大，喝一回可能还没多大事，可若是开了这个口子，这家伙顿顿都要喝，可就坏事了。见苏媛油盐不进，熊妈呜咽着松开了爪子，蹲在了地上，开始思考熊生。约莫着做了10几秒后，熊妈居然直接躺地上，然后开始打滚。这是要干啥？撒泼打滚要奶喝吗？和众人的懵逼不同，苏媛却是皱起了眉头。熊妈的心声显示，她现在肚子很痛。有问题，这家伙不是撒娇。苏媛赶忙靠近，来到了熊猫的身边。此时的熊妈紧紧地皱着眉头，汗珠一颗颗的从额头滑落，明眼人一看便能看出，此时的熊妈特别痛苦。果然出事了，这一看就是你刚刚喂的奶的问题。都说了喝辣的熊猫受不了，你还不听，现在出问题了吧？不可能，刚刚熊猫喝奶都很开心的，要是辣的话，它不可能会喝的。切，不是盆盆奶，又是什么原因？有没有可能是因为之前的生产阵痛？生产已经这么久了，阵痛不可能还在。就是，要是有的话，也不可能现在才出现。只有一个可能，就是刚刚的辣椒面出了问题。小伙子，你知道蓄意谋害国宝大熊猫是什么罪吗？看着他们落井下石的模样，苏媛却是笑。我不知道蓄意谋害大熊猫是什么罪，但我知道恶意诋毁是什么罪。亏你们还是专家。熊猫肚子疼，你们想到的第一个点，居然是吃坏的。那你认为这是什么原因？一个沉稳的身影从远处缓缓走来，看模样似乎是这群专家的领导，因为他一出声，其他人都闭嘴了。我就问一件事情，刚刚熊猫崽子出生，你们是否把胎盘清理了出来？这话一出，众人都是愣住了。熊猫崽子刚出生，这熊猫就暴怒，挠伤了我们，所以胎盘还在里面，是吧？听着领头专家的问话，其他专家噤声，不敢再说。领头的专家叹了一口气，目光看向苏媛。所以你认为是因为胎盘的遗留才导致熊猫肚子疼的？不是，因为熊猫肚子里还有一胎。这话一出，几个专家直接炸毛了。毛头小子就是毛头小子，我还以为他有什么见解。你以为你是谁呀？这熊猫要是双胞胎，我直接倒立吃翔。听着周围人的质疑声，他没有反驳，只是轻轻地在熊妈的肚子上揉了揉。这一揉，熊妈的痛楚果然降低了不少，而且肚皮上还出现了一个小鼓包，这个鼓包居然还在动，左边来一脚，右边再来一脚，很明显的胎动。刚刚是谁说要吃翔的？原本的质疑哑然无声，所有人都看着熊猫妈妈以及她肚子上的轻微鼓包。怎么会？第二胎怎么会相隔这么久？从第一胎的诞生到现在，起码有半个多小时了。第二胎怎么可能现在才出现动静？
熊妈刚刚应该是饿得没力气了，所以宫缩也减弱了。可是，安静，一个个的像什么话？天天自诩研究熊猫几十年，到头来却是连个小伙子都不如。刚刚谁说要倒立吃翔的？我希望你能言出必行。杨所，这不好吧？我看就挺好。这次过后，所里所有的专家、教授都要进行考核，考核不通过的，全给我滚蛋！随后，杨所长马上让人给苏元打下手，给熊猫继续接生。随着时间的流逝，一只粉粉嫩嫩的小家伙终于出生了。苏元马上抱着2只小家伙来到了杨所的面前。杨所，你们需要检查一下熊猫幼崽吗？需要。一只难产，一只虚弱，2只幼崽都必须检查情况，然后进行评估。杨所刚接过熊猫幼崽，熊妈一声怒吼，直接冲了过来，一把就抢回了自己的崽子，护在怀里。瞪了眼杨所，又充满信任的把小崽子塞到了苏元的怀里。只能你抱，其他人不准碰。看着龇牙咧嘴的熊妈，杨所脸上写满了无奈。这区别对待也太大了吧！我才抱了一下，怎么就被吼了？杨所，这可怎么搞啊？苏园长，那就只能麻烦你抱着来检查。随后几个熊猫专家拿着听诊器走了过来，开始检查小熊猫的状况。熊妈的眼睛盯着这些小心靠近的专家们，那威胁的意味溢于言表。你们要是敢乱来，看我不咬你们！因为暴躁的熊妈就在一旁守着。专家们的动作特别的轻柔，听诊器是小心心的放在小崽子的胸膛上，体温计也是特别的轻柔的放置，每一步都很轻很柔，每一项检查都是小心翼翼，如履薄冰的。好在检查顺利完成了，不过几个专家皱着眉头看着检查数据，心里有些沉重。